录制啊。我也很开心啊，我们的课快接近尾声了，然后上完课大家就可以开开心心的放假了啊，应该会有很多人要迎来寒假了吧。然后我们因为这个是针对我们这个课主要还是针对零基础和弱基础的一个比较偏基础的课程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种自认是新手啊，是新手村的，是小白的同学，应该如果有跟课的话，应该在前面几次课里面收获到了不少的知识点吧。今天我们就进入到这一期课啊，最后一个知识点。最后一个知识点讲的是这个跟整个人体相关的啊，人体的结构。其实我们这个课程，我们这个班是一个头像的特训班，所以主要是针对头像啊，针对画头像来教大家。那么但是因为每一期的课都有学员就是要问总是要问我那个人体怎么画呀，人体怎么画，就是能感觉到这是大家的一个共性啊，是大家的一个共性，大家都想就是学了一些东西以后，想要再进一步，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大家普遍想要再去进一步了解的一个知识点。那么在这里就浅谈一下啊，给大家浅讲一下。因为在我看来就是画画能画的东西特别的多能画的东西是非常多的，然后能画的内容也是很多的，画面的表现形式啊，表现手法呀，题材呀，对吧？素材、题材、那个作画的这个原料工具展现形式等等等等，它是非常非常非常广泛的啊，非常广泛的。所谓的什么风格啊、流派啊，对吧？画法呀，这些也都是非常非常宽泛的啊。所以我一个人不可能教完大家所有的知识点，然后我自己也不可能是面面俱到，什么都擅长。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是一个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偏帮你们领进门的，就入门的一个，就给带你们入门的师傅啊。如果我是一个这样的角色的话，那我也是希望大家以后在画画的这个道路上面啊，自己再去把自己的路拓得更宽，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根据你们的兴趣、你们的喜好、你们的那个你们的兴趣点在哪里，以后呢就可以往相关的方向去挖掘、去拓展。有的人他就可能像我一样比较喜欢画脸啊，画的人像啊，对吧？有的人他可能喜欢画那种有场景感的、有故事感的那种插画哈。还有的人比如说喜欢画什么静物啊，或者是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啊，很多很多画画的范畴是很宽泛的。好，所以如果说大家以后如果你对画这种类似于有一些类似于什么人设或者是那种游戏里面的原画设定这种人物设定带全身的这种例会这一类的作品的话，如果你们想往这个方面拓展的话，我这边也是先浅讲一下人体的结构知识。
更多的一些细节，更多的一些技法，需要大家在以后的日常中啊，自己慢慢的去发掘，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课程，你们也可以自己再去进一步的去学习。好，那我这里呢，就以这个就以我的之前的一个也是之前的一个示范为例子给大家讲解。这个是一个 T 台啊，是一个 T 台的走秀的一个照片，T 台走秀的这么一个照片。然后呢，大家把这个人体的结构啊，稍微要有一个了解之后，对于我们画画有什么好处呢？哪怕对于我们画，比如说半身呐，对吧？胸像啊，就是到胸口的这种啊，或者是头像，头像的知识点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三庭五眼啊，五官的这种比例啊，五官的这种结构，不同角度的这种透视的画法啊，有给大家讲过。那么稍微再涉及到多一点。手的话，手的知识也给大家讲过了，手的结构知识，对吧？手的比例手指的这种怎么看它的这个比例和结构，包括一些动作包括弯曲的一些怎么弯曲的这些知识点也都讲过了。我们结合这些人体的，其实手和脸都属于人体的部分，我们结合这种人体的一些结构知识。对于我们画画有什么帮助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底层逻辑在有一个基本的底层逻辑。那么掌握了这个底层逻辑之后，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不至于会出现很多原则性上的错误不会出现很多原则性的错误。然后有一些错误可以规避，有一些非常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可以规避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掌握了这个底层逻辑的话，我们可以在现成的照片或者是现成的 pose 你观察的对象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或者是拓展或者是延伸，对吧？比如说你画的这个照片，你参考的这个 pose 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想让它，对吧？你想让它稍微动一动动作发生一点变化，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个人体的逻辑的知识，人体结构的这个知识的话，可能你容易画出来东西会比较容易出错。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最开始的给大家第一节课就给大家讲过的一个观察法观察法就是对于抓形来说，你不管是画任何的一个东西，你画人也好，你画静物也好，对吧？你画风景画静物，画这种人造物等等的，画小动物阿猫阿狗都好，不管画任何的东西，只要它是一个，比如说一个静态的画面，你要去捕捉它。你就可以根据直接的观察的方法去把它画出来，把那些，比如说你就画一件衣服，这些衣服上面的关键的点，对吧？关键点，像这种关键节点，它的比例它的大小、它的方向、它的位置、它的形状，它和其他的这个关键点的一个相对的位置，把这些东西观察出来，就可以帮助大家非常准确的去抓一个物体的形状了。所以我们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大家以后在画画就是抓形起形的这个路上就会变得更加准确一点。这两个方法我建议大家结合起来使用一个是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我就靠我的观察就是硬碰硬，把那些关键点都给它总结出来。这个呢是训练大家一个对于形的观察。有了这个，你就可以把一个东西画准。然后，当然，如果你同时具备这个东西结构上的底层逻辑你同时具备它的结构的知识点，你可以更加准确的辅助我们尽快的快速的达到这个能够更快速的把这个形给它抓准。今天可能是比较接近尾声了，这个狗子也比较兴奋
好，总之大家画画呢，就是我们两个层面上都去一起去抓它，就能够帮我们把这个形画得更准一点。好，那么我们观察一下啊，一个真实的人啊，真人的比例通常来说会是怎么样？当然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一个 T 台模特，像这种一般走这种国际品牌的这种 T 台模特啊，那已经是属于这个人体的，就是属于人形天花板了啊，属于比例天花板了，它的比例一般是优于优于常人的。当然我们画画啊。但是大家画画来讲，一般你也不太会去画特别，就是现在的人的审美啊，包括在座的同学们的，就是想要画的内容，可能不太会去画特别日常的，你们能看到的那种普通人啊，比较素人的那种身材比例，大家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偏二次元啊、梦幻一点的漫画感的这种比例、这种身材。所以我在这里不是提出一个所谓的鄙视链只不过是根据大家的喜好不同，给大家提供不同的模板。如果是美术生，对吧？如果是美术生，那么在就是美术教室里面，或者是这种美术老师教美术生画画的时候，给学生们提供的这种素材，那可能就会更偏真实一点对吧？就是找的模特都是你们生活中可以见到的，就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高矮胖瘦，可能什么样的都有为的是让大家去画更贴近生活的作品，所以不一样这个是因为大家的审美取向喜好不一样，所以给大家选择不一样的这个对象进行一个观察。所以我们看一下比较偏这种人类比例天花板的这些这种就人体的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比较接近完美的这个比例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可以记一下把这种知识点给它像公式一样记下来，你以后画画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有底当你画到相应的内容相应的环节的时候，你就知道应该是怎么样，你不会出错。好，首先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几头身的这种说法，对吧？通常在漫画世界里面在漫画的世界里面，大家比较喜欢的是9头身几头身的意思呢，就是指以头的长度为单位，一个头的长度为单位来计算，那么这个身子一共有几个头的长度就叫做几头身。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真实的人，我们可以把它用这个头为单位来丈量一下，真实的人差不多一般是在7头身左右，真人一般是在7头身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身子的总高度总长度是7个头的长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头1 2 3 4 5 6 7，那么像这种模特比较那个啥的，比较高挑一点的比例比较好的，头小腿长的这种模特，它可以达到7.5它可以达到7.5再夸张一点的可能也有达到8的那所谓的9头身那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你要真的去量的话，就真实的人类很少有能达到真的9头身的。你达到9头身，它可能还需要借助一些摄影和后期的一些帮助比如说一些广角镜头人的头，对吧？人的身体往后仰一点点，让他头远离这个膝盖，比如说你头和膝盖和脚尖的位置不在一个平面上，身体靠后一点头就拍出来小一点了，对吧？腿再往前伸拉长一点包括什么镜头主要是辅助于镜头吧，镜头的变畸变这种广角镜头的拉伸可以造成9头身的假象，但是你如果真真实实去量的话真实的人类一般不太会能达到9头身，一般也就是7头身通常是7头身。那么在漫画的世界里面可以做一些变形处理，但这种变形处理你可以把人画到9头身，
那么方法就是一般来说是会把腿直接拉长啊，一般来说直接把腿拉长，不太会把上半身去拉长，所以它并不是等比例的去把这个身子变长，或者只是把头缩小。如果只把头缩小，当然它也变成9头身或者10头身了啊，也会有这种情况。在漫画世界里面，一般呢大家喜欢去强调那个腿长，所以会把腿拉长一点啊。然后还有一种比较偏这种少女，比较偏这种少女漫画的一种审美啊，比较偏娃像的，就是像娃娃一样，像那个关节人偶的这种球形关节人偶的这种 BJD 娃娃的那种审美的话，它是大头啊，大头小身子，大头小身子，所以它可能只有5头身、6头身啊，6头身左右。但是呢，你把它的头，如果你把那个娃娃的头遮住，你只看它的身体和腿，它的比例其实也是蛮接近真人比例的啊，只不过比如说像画那种偏少女感、幼女感一点的啊，那种少女漫画的话，会把头画的稍微大一点。其实这个就大家观察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小孩子啊，那些儿童，他们的身体就会比起来头的比例就会比成年人要大一些，就是一个大头啊，长在一个小身子上面。但是如果说任何的人的身体抛开头啊，抛开头的话，这个结构比例都差不太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浅谈一下，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因为头的逻辑我们已经盘过了，对吧？我们就来看一下头以下啊，这个身体的部分有一些什么逻辑，大家注意一下。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最简单的分法啊，最简单的分法就是以头为单位，我们把头，然后上半身、下半身分成3个部分。上半身如果我们以胯为单位，以胯啊，以这个点，胯是什么呢？就是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啊，肚脐靠下一点，或者如果你以肚脐为标准的话，也可以啊。一般的人肚脐就长在这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就非常的好记啊，非常的好记。那么胯以上啊，头以下的部分它是2个头长，是2个头长，2个头的长度啊，就是所谓的上半身的长度。上半身是2个头长。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从胯到膝盖到膝关节的部分又是2个头长，也就是大腿的长度是2个头长。那么剩下的小腿的长度啊，小腿加上一部分的就是到脚跟，加上你的脚踝啊、脚跟啊，是2个头长。所以正好1、2、3、4、5、6、7，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记。这是一个最粗略的啊，最粗略的方法。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可以这样记，第一个知识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啦，像我之前讲过的脖子的长度，对吧？脖子的长度，脖子我们比如说从哪里算起啊？从耳朵下面，从耳根啊，或者甚至你从耳朵的中部算起也是可以的，因为侧面我们观察过，侧面的那个脖子是从就是颈椎啊，颈椎的这个骨头是从那个头盖骨下面延伸出来的，它是支撑的头盖骨的，所以头盖骨结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耳朵的位置啊。脖子的长度也就是从这个耳朵到锁骨，到这个锁骨的部分，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脖子的长度。脖子的长度差不多，如果说 A 是一个头长的话，A 是一个头长单位，那么脖子的长度差不多是 0.5A， 是半个头长。半个头长你可以把它看成是2个中庭的长度啊，你可以把它认为是2个中庭的长度。所以你看这一段差不多就是脖子的长度，看到吗？2个中庭啊，就是脖子的长度啊，也是半颗头的长度。你看它这个模特妹妹，她属于对吧？她是属于那种颅顶很高的，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她的头顶
它的发际线，它的头顶啊，就挺符合我们说的这个3庭的比例，再加上面再加1庭，是它的头顶，是它的颅顶。好，所以脖子呢是0.5A， 脖子是0.5A， 但是大家有一个误区啊，千万不要把这个0.5A 从下巴算起啊，千万不要从下巴再画起来，再画一个那么长的脖子。好，所以呢，这个0.5A 如果说抛去下巴，这里又是因为是到锁骨啊，锁骨还有一个比它高一点的，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斜方肌，对吧？还有个斜方肌，斜方肌的位置是高于锁骨的，是高于锁骨的。所以其实如果说你要再看从下巴到斜方肌的这段距离，它其实就比较小啊，它其实是比较小的，可能都小于1庭啊，小于1个中庭的长度，也或者是约等于1个中庭的长度。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可以忽略不计它，忽略不计啊。我们的这个 A 啊，上半身的这个就是从下巴到这个胯啊最宽的比较宽的部分到肚脐的这个长度是2A 啊，是2A。好，那么大家再记一个新的数值，就是 1.5A。1.5A 是指什么呢？1.5A 是指从这个下巴啊到腰最细的部分，到腰最细的部分。啊，腰最细的部分和胯最宽的部分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大家能够了解啊。腰最细的部分和胯最宽的部分它并不一样，它并不一样。这个是它腰最细的部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记腰最细的部分呢？因为我们的肘关节，胳膊肘啊，肘关节，它的水平位置就和腰最细的部分差不多在一个点。和腰最细的部分啊，和手的肘关节在一个点。好，所以呢，我们记住这个1.5A 呢，是为了方便记住我们上臂的长度。上臂的长度啊，上臂的长度是从肩关节开始的，这个肩关节的位置是跟我们的脖子结束的点是差不多的啊，所以减掉这个一丢丢。那这里是 0.5A， 再减掉 0.5A 的一半，减掉 0.3 或者 0.2 的话，啊，那剩下的这个 1.5 再减掉 0.3 就是 1.2A 左右。那这个 1.2A 1.2个头长是什么？是我们的上肢啊大臂的长度，大臂的长度。所以呢，如果你要画一个人，对吧？你要画到腰的部分了，或者是比如说我的这个手，你让它举起来了，对吧？它可以以关节，它可以以这个关节为中心进行这么多的动作，对吧？如果你的手举起来了，啊，你这个手要画多长呢？你就可以参考这个头的长度，它是 1.2A， 就是比整个头略略长一点。那么有一个动作啊，有一个动作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下，你在镜子里面或者在手机里面观察一下自己，我们来做一个动作，从这个动作来判断你是可能是南方小土豆啊，还是北方大红薯啊。然后就是如果你是这个是一个人的头，你的肩膀啊，肩膀不要耸，肩膀不要动它，肩膀端平，不要耸肩，不要歪脖子啊。然后你把你的手抬起来，把你的手抬起来，然后把你的小臂啊上臂抬起来，就是与肩垂直，与头平行，这是你的胳膊肘。然后呢，你把你的手臂，你把你的小臂啊搭在你的头上，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动作来。怎么观察呢？你就看啊，最后看你是哪种情况。哎，现在我画的这个紫色的是一种情况啊。然后呢，看看有没有人是这种情况的，有没有人是左边这种情况的。好，你就看你的手啊搭到头上以后，
你的上臂是往下垂的，就看这个角啊，是一个锐角还是一个钝角。如果你是一个钝角的话，说明你的小臂啊，你的小臂是没有办法往下垂的，它是一个往上走的方向。那么如果你是一个锐角，你小于90度啊，你的小臂它的方向就是往下指的。大家可以试一下呢，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是一个，对吧？好，一般这种情况啊，这两种情况是真实的世界中都普遍存在的啊，都普遍存在的。那么相对来，如果是小个子一点，它就会偏向左边的这种橘色的这个情况。如果是高个子啊，个子高一点，然后四肢修长一点的话，它就能做到这个紫色的这个情况。所以你看你们是1还是0啊？可以敲一下，大家可以敲一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如果你的手啊放不平，放在那个头上啊放不平，它是往下的，就是其实啊你正常应该是怎么样？正常我们的举起来以后我们的这个有宽度嘛，这还有耳朵啊，胳膊有宽度的，肩膀在这里，就是让你的大臂贴着你的耳朵，贴着头啊，贴着头以后，贴着耳朵以后，你看你的小臂是斜着往下的还是斜着往上的？这两种情况都有啊，蛮多那个蛮多0的啊，就是如果是0啊敲0的同学，这种情况可能你们偏小个子一点啊，你们可能是偏小个子一点，大概可能是1.65米以下的身高。那如果是1.65米以上的身高的话，有可能是会能够做到1的这种情况。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总结的是不是有道理？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小的测试可以看得出来啊，人和人的比例啊是有不同的。所以你们要画画，如果画全身啊，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包括根据你的参考图你的参考对象，你能画出给人感觉不一样的这种人体的感觉。所以我个人建议如果大家如果是画这种少女像的，你要画这种可爱的少女感一点的我建议大家就去找那种小个子女孩子亚洲小个子女生那种小个子博主或者是偏娃娃感的那种做参考。如果你是要画那种很修长的你就去找这种模特，你就去找这种超模或者是那种西方人那种个子比较高、瘦长、修长的那种，其实都可以然后像你们知不知道那个知不知道有一个app 叫做那个叫啥来着 Porphy， 就是人形，我看一下突然忘记这个名字了，无限人偶对吧？叫无限人偶，然后也有很多类似无限人偶的这种画画辅助我们画画用的这个app，这个软件一些软件，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啥样子的。像这种它就比较偏娃娃就比较像娃娃一点。那它是一个大头，你看是个大头，但它的身子还是比较符合我说的这个比例的，它只是头比较大，这种就比较适合大家画这种少女像的，比较适合画这种少女像的这个是专门为这种画画人士叫无限人偶，它叫无限人偶。这个 app 的名字，它好像是付费的。如果大家也有这种平替也有那种免费的，可能也有免费的。然后我一般用到这种参考不多，我不太用无限人偶做参考，我一般是参考真人参考真人比例，或者是自己摆一摆。但是如果你们想要画这种偏漫画感一点的呀，或者是
不知道摆什么 pose 了，也可以自己在这个里面摆一摆。好，然后为什么就是推荐大家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说你仍然是一个，你如果仍然是一个更喜欢画脸更喜欢画头、画脸、画五官，但是你偶尔又想画一个全身的那么建议大家用这种比较偏卡哇伊一点、可爱一点的偏娃娃质感的一点的这种比例，因为这样子你画出来以后，你的头在画面里面的占比不会过于的小，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不会过于小那你还是有一定的发挥空间去好好的刻画这个脸部的否则你一张图下来，可能一张脸就只占很小的面积，那样你去花心思去把它细化，没有太大的意义。好，那么同样呢，就是说，如果你仍然是一个喜欢画脸，更喜欢画脸，更喜欢注重在人物的五官表情脸部、头部的这么一个作者的话，你如果想画全身图，就建议大家画这种全区的动作比如说弯着呀、坐着像这种坐着呀坐着、跪着、蹲着，然后这种姿态它弯曲一点。同样也是它不会把我们的画面拉得太长，撑得太大。你画面越长，你的头，对吧？你的头和脸在画面里面占的面积会越小。那像这种类似这种姿势类似这种姿势就更适合呢。这种姿势就更适合我们去我们这些比较喜欢画脸的人可以选择，可以去偏向这种姿势一点。然后他是坐着的，他就整个人变短了整个的这个人他占的面积就变短了，从纵向上来，那你就可以有更多的面积来画这个头和脸。然后像这种就是像这种全身的，它就更适合那种画氛围感的画氛围感的带场景的那种画法。比如说你要画一个什么敦煌飞天呀，对吧？画一个那种神话故事就会画一个很有场景的童话画传说等等等等，带画那种带场景感、带氛围感的、有故事性的，你可能就画就选择这种 pose 会多一点。然后呢，你画了这种构图如果你选了这种 pose，选了这种构图，你后面还要带上风景，比如说景色或者是人文的那种建筑什么的你就没有必要如果大家是画这种，你就不用去花太多的精力去刻画这个脸了，你一定要把精力放在大关系上面光影、结构这种人体的这个比例画面的这个。然后颜色然后对比这些，把它放在整体结构上面，一定要把这个思路转换过去，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思路。像这种大全身站直的是站直的这种，你要去思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真娃，这个是真娃前面的这个是这个 app 里面的模仿的这种人偶，这个是真实的那种娃娃。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种娃型的这种身形，跟这种真实的人，你看一下这两个。好，如果你看我把它们拉到同样的高度你看脚踝、脚后跟都集中在这里，对吧？脚后跟在这里，然后呢，头在这里，我把它们拉到同样的拉到同样的大小，我们可以看一下区别在哪里。看到区别了吗？
这个是真人，我把脚放在这里，脚后跟都踩在这儿，然后呢，肩膀在这儿，头在这儿，区别在于，你看这个脸是不是占的面积比这个大多了？左边的脸更大，对吧？好，真人所以真人的话，你如果画真人比例你的整个身体都要再修长一点，大一点。如果你画这种娃娃比例画这种娃的比例，你就是一个大头小身子。所以取决于你的个人喜好都可以。但是呢看你的脸更匹配哪一种身材。如果你画的是那种可可爱爱的脸你的整个画面又是比较五官它是比较夸张，比较夸大的，对吧？那种大眼睛大大的那种漫画眼你就比较适合画这种。好，这是这个上肢的结构讲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不是上肢就是上臂，我们再来看小臂的部分。小臂的部分呢，我们从肘关节到腕关节，从肘关节到腕关节的长度这个长度就是一个头长。从肘关节到腕关节是一个头长，它会比就是下臂比上臂小臂比大臂要短那么一丢丢，要短那么一丢丢所以如果你画一个这样的 pose， 如果你自己大家，如果你自己要画一个这样的 pose， 如果我们要画一个这样的 pose， 你把这个肩膀在这里，对吧？你画一个人，他比如说撑在桌子上这是上臂，对吧？你画一个人，比如说撑在桌上，手撑在桌上，这是他的，然后上臂我们是1.2个头长嘛，对吧？1.2个头长，比一个头长要稍微多一点，你就知道你上臂要画多长了这个是 A， 你画1.2A， 就比一个头再多长一点。好，然后呢，它的 pose 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 pose， 小臂画上来，对吧？好，这个时候如果如果你要画腕关节，手腕你要画在哪里？你可不可以把手腕的位置定的比这个关节还要高？那有的同学说，哎，老师，我想画一个他的他的下巴托在这个手背上，对吧？不是会有那种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是一个人把下巴搁在这个手背上的吗？有这种动作，你们应该很常见比如说两手交叉托着下巴，是不是经常能看到这种动作吗？托着下巴，两手交叉好，有的人就说，那我想要画这个，我可不可以把手腕画到这里来？你们觉得呢？如果这样，你安排一个这样的画面是错误的，错误在哪里？因为你的小臂画的比大臂还要长了小臂画的比大臂还要长了，所以说因为他们共用的是一个肘关节，对不对？你就看肩膀的高度在这里，那么手腕的高度怎么能高于肩膀的高度呢？它不能行它不能行。你们自己把手腕举起来去贴这个肩膀，你们自己把手腕去贴你的肩关节，看看你的手腕能不能超过你的肩膀的高度，是不行的。所以这种 pose 画出来是错误的。这种 pose 画出来是错误的。那有同学说，哎，老师，那我确实可以做到让我的下巴去贴我的手背那我这种 pose 应该怎么画呢？那就应该这样画你如果想让下巴贴手背怎么办？你就得身体你得驼背，你们自己撑在桌上做这个动作。如果你把背挺得直直的，你把脖子也挺得直直的，你的下巴是碰不到你的这个手背的是碰不到的。
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试一下？大家有没有试这个动作？然后正常来讲，我们的手腕的位置啊，然后这个上臂啊，下臂是不可以长于这个小臂是不可以长于这个大臂的，所以手腕只能在这里。那么你想让下巴去贴它怎么办？你只能让头低下来啊，只能低头。那怎么办？你就身子往下塌，脖子往前倾。看到没有？这样啊就对了。get 到了吗？所以你要画这个动作，你就不可能啊，你就不能同时让你的那个脖子也挺直啊，然后你的手腕还碰到。好，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是我的脖子挺直，我的脖子挺直，同时手腕也能碰到，也有啊，也有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出现代表什么？有没有同学能想到？其实也可以啊，其实这个动作不是完全做不到，但这个动作一做出来代表什么呢？代表你的胳膊肘往前面抬了啊，代表你的胳膊肘往前抬了，也就是说你的胳膊看起来啊，你的上臂看起来比你的这个下臂啊要短了，是因为这一段啊它压缩了，它往前抬了，往前方抬起来了啊，才使得你这个地方看起来要短。所以有大家在画这些啊，在画这种的时候，你一定要心里清楚。那么你这样子抬起来之后，你的这个胳膊的横截面就变成这样子了呢，对吧？你的衣服你的衣服的褶皱就得这样拱着画，明白吗？啊，你如果是这样，你如果是放下来的，你如果这边放下来，它可能在这里啊，放下来在这里，因为它1.2个头嘛。这个时候你的衣服的褶皱，你的胳膊的横截面，你可以这样是直的，是平的。当你抬起来以后，你的胳膊横截面变成这样子的，变成碗状形了，能明白吧？这个能明白吧？所以大家不要画一个比上臂通常来说，在没有透视的情况下不要画一个比上臂还要长的这个小臂，get 到了吧？好，然后手掌我们说过它是0.5A 啊，它是甚至可以达到0.7A 左右。然后正常人的手掌从下巴盖上来，对吧？正常人的手掌可以盖到眉毛，上去一点正常的手大概有这么长。所以如果说我们加起来如果加起来，那我们的小臂带上手掌，加起来是可以比这个大臂要长的。我这边是0.5或者是0.7好了啊，0.7加1是不是大于这个1.2？大于这个1.2，我一个是对吧？1.5了，1.5、1.7了，那就大于这个1.2了所以当你做这个动作，那把手掌摊开来的话它这一块加起来是比上臂要长的，所以明白了吗？这个是很容易出错的点很容易出错的一个点，所以给大家讲清楚。好，然后呢，大腿和小腿的比例大腿和小腿一般是1:1一般来说是1:1。
但是在漫画里面啊，在漫画的视角里面，创作人的那个习惯里面，很多人如果说要把腿画的长，一般来说会把小腿画的更长一点，把小腿画的长一点，延长小腿。所以说，这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孩子们穿这种，那么多人喜欢穿增高鞋啊，穿这种增高鞋那种，或者是厚底鞋。它其实厚底鞋啊，增高鞋，它也就是延伸了小腿这一段，延伸了小腿这一段的长度，它看起来就更修长一点啊。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也可以适当的啊，适当的，你如果想要画大长腿，你就适当的把小腿的部分延长。如果你只是把膝盖的把膝盖的位置往下画了，把大腿拉长了，一个短短的小腿看起来是不够漂亮的，不够修长的啊。这个就是这个人体的比例了。然后还有比如说胸的点啊，胸它不是有两个乳点 BP 点吗？啊，胸的这两个点的位置啊，在它的上半身的中间啊，在上半身的中间，也就是说，你如果把它的上半身，比如说从锁骨啊到这个腰，看成是它的上半身的话，那么取中点、取中线啊，就是它两个胸的 BP 点、乳点所在的位置啊，它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胸腔啊，整个胸腔的腔体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球形人偶这边，它是画了一个这样的形状，它是画了一个这样的形状，但是它的有点小，位置有点高啊。其实真实的人呢，它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的肋骨是这样长的啊，我们这里有一些肋骨，对吧？保护着我们的内脏是这样长的。然后肋骨这段包裹的整个胸腔的部分，然后呢下半身呢它是一个胯，它是胯啊，这个胯最宽的地方就是我们大腿的根部啊，这个地方大腿从这个地方长出来，所以这两个啊髋关节和这个大腿的这个关节连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胯最宽的部分，所以从这个胸腔，我再换一个颜色，从这个胸腔到我们的胯中间这段是腰，腰这段是软的啊，腰这一段是软软的，它是一个软的，就可以扭动。所以大家如果是画那种扭动的姿势啊，扭动的躯体啊，它主要是在这里扭，它主要在这里扭。所以你看它这张图，它的肩关节是这样一条线，但是它的髋关节是这样一条线，啊，它成两条不平行的线，然后主要是腰这边发生了，然后这边发生了压缩，你看它的左边啊发生了压缩，右边呢就拉长了，你就可以把腰想象成一个什么？想象成一个那个吸管，对吧？想象成吸管中间的那个褶皱的部分，风琴褶的那个部分，啊，这是吸管的一头，这是另一头，啊，这个部分就有点像我们的腰，它是可以扭曲啊，是可以扭曲，是可以拉伸，可以压缩，然后还可以前扭后扭的。这个地方是软的，其他地方都很硬啊，胸腔是硬的，这个腿对吧？大腿这个也是几根大的骨头，小腿这里也是几根大的骨头，它主要是就在膝关节这边啊，然后只能往一个方向去动一动啊，它运动活动的范围不是那么的大，所以最软的地方啊，最软的地方就是一个腰，一个脖子，脖子呢也有点相当于这个吸管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啊有弹性的这个地方，像一个弹簧啊，是可以伸缩的，可以伸缩，比较柔软，这两个部分是比较软的。好，把这个结构记住之后啊，这是纵向的，横向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啊，横向给大家也讲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横向如果我们把一个头的长度看成是一个头的宽度啊，看成是 b，
头的长度我们是 A 对吧？宽度我们就看的是 B 好了，看的是 B。那么肩膀的宽度就是到肩关节这边啊，差不多是2B 左右啊，这些都是一个大概的。你可以在2B 的这个数值把它作为参考，比如说你这里画一个宽度，对吧？然后以脖子为中线嘛，左边一个头宽，右边一个头宽，你就可以定好这个身子的宽度了，肩膀的宽度了。好，但是根据你不同的人设啊，你女孩子可能窄一点，男孩子可能宽一点，男生你如果要画那种啊双开门啊那种练过的啊，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很有肌肉的练过的那种，你可以画到2.5。好，然后呢，我们的髋关节啊，胯的宽度和肩同宽，看到吗？你看胯的宽度和肩的宽度是差不多的，也是2B，也是2B 啊。胯也画一个这么宽的宽度就可以了。当然胯的话，每个人就更不一样了啊。有的人的胯宽，有的人是那种沙漏型的身材啊，胯很宽；有的人是那种少年型的身材，就是那种小屁股啊，就俗称的大屁股小屁股，视觉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也是可以以这个2B 为参考啊，然后做一定的小范围的自己的做一个调整，把这两个这两个数值记住就好了啊，这两个数值记住。然后呢，腰的宽度啊，腰的宽度一般是比这个 B 要宽一点，1.5的样子啊，1.2、1.5的样子，1.5到1.2个头宽。你如果是画那种漫画，现在有的审美追求什么 A4 腰啊，对吧？那种水蛇腰可以再小一点，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不是很建议画那种特别特别细的、特别特别窄的腰，会显得挺夸张的啊，会显得不太自然，所以我建议还是画1.5，画1.5啊，比脸要宽啊，画个1.3、1.5这样子，比较自然一点。好，我们把这些研究透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试着来画了啊。那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可以选一个。我找了一些 pose 啊，看看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想画哪一个，我们可以画一下。还有一个要讲的啊，就是你们任何的参考啊，像这种你完完全全参考人家的照片、人家的 pose 啊，你在发图 po 图的时候，最好要把博主本人艾特出来啊，要讲清楚你参考的是谁的 pose。啊，这个是一个坐姿啊，这个是一个站姿，然后他的站姿呢，我找了2个，这个比较扭曲一点，这个是一个坐姿，还有一个蹲姿啊，这个蹲姿我个人其实没有那么建议了，因为它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太欧美了，感觉比较就是过于修长可能，但这种也是好看的啊，而且它很瘦，它这么瘦啊，画出来可能别人会觉得你画的太瘦，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很多身材好的人就长这样。还有一个男孩子的啊，蹲姿，还有一个男生的蹲姿，然后这边还有那个女生的一个
坐姿。你们比较喜欢画哪一个？大家可以选一选站姿，我们可以画一个，好吧？我们画一个站姿，然后这4张大家可以选一张，这2张大家选一张。啊，我们可以这样来选啊。站姿的话，你们更倾向于1还是2？ 1站的直一点，2的话它就是带一点扭曲。站姿来挑一个1还是2？我个人可能推荐2一点，因为2的话，对，因为2有一个这种 S 型啊，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好，我们就选2，但是大家注意这个博主啊，记住这个博主的名字。我会把这个博主的名字到时候发到群里面啊，如果你们要发图的话，记得注明出处啊，是这个博主。如果时间不够，我们就打一个大的草稿啊，细化的部分大家自己去画好了。然后坐姿啊，坐姿，蹲姿我就觉得要么别画了吧。蹲姿这2个先去掉了啊，如果你们想要练习，我发给你们，大家自己再去练。坐姿1和2，大家挑一个，好吧？左边是1，右边是2，来，现在挑一下坐姿，1和2。1是这种也是扭曲的啊，2的话是这种盘腿的。坐姿你们也想画这个2是吗？好，那我们就也画这个。我把这2张图发到群里啊。然后这个我忘记截图，这个博主的那个 ID 了。但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小红书的账号，这里有个小红书的账号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账号找到那个人，然后再把他艾特出来。我先把这个发到群里面啊，先把今天的素材发群里，然后我们一起来画。OK， 好，跟着我啊，我们新建一个，今天是一个线稿啊，画线稿，新建一个 A4 也可以的啊，直接建一个 A4， 线稿没有必要画的那么大。如果你们画完以后还想上色的话也可以，但是这种如果画全身的上色啊，如果是画全身的上色，建议大家就是多练习铺色，练习整体的，不要去细化五官啊，不要去细化五官，把整个的那个铺色什么的全局给它搞好就行啊。我们还用这个2B 铅笔啊，用这个 2.0 啊，用这个铅笔 2.0。用铅笔2.0，然后我也把这个拉进来啊，把这2张图给存下来。好，大家开始啊。首先呢，我们来分析它。我们画一个，首先啊，我们画一个头，简单的呢，画一个头。这个头你可以画一个
椭圆啊，画一个椭圆。这个椭圆呢，你用来定位一下它的头的大小。我们可以把这个画布啊，你看，我们可以把这个画布和你要画的这个参考图放到同一个高度，因为我们参考这个人主要参考它的高度啊。然后你把这个头的大小，你看这样量一下啊，大小和位置，戴着帽子一起放到这个画面的位置里面。好，接下来呢，我先用彩色啊，先用彩色给大家，我们先画这个。好，接下来我把它放到不同的那个。如果如果有的同学啊，有的同学你觉得你的形准不是很好，你就可以把它一直放到一样的这个大小啊。那你就可以一直让这两个画布啊等高去画它，一直等高去画它。这样子的话啊，你水平方向画到哪了，你可以有一个参考。啊，我为了加大难度啊，增加难度，训练大家的观察能力，我就直接这样子了。好，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啊，可以观察它的头，那到胯是2个头长，对吧？我们就先把它的位置定了，1个头长，2个头长，胯的位置大概在这。很多同学这个地方量不准啊，量不准你就这样子量啊，你就这样量。有的同学就是差太多了啊，差太多了容易把它这个比例搞崩。好，先把它胯的位置大概定在这，然后这是个头啊，这是个头，我们你看头和肩膀，它肩膀只是在头下面一点点，因为它的脖子是从这边过来的，对吧？我们先把肩膀就是锁骨的这条线找到，然后我们观察它的肩关节，哎，观察它的肩关节啊，把2个肩关节连起来，观察它的这条横线啊，看看它的角度，它是不是一个这样的角度？肩关节是一个这样的角度。然后呢，它的胯，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放大看它这个胯，你看胯，你可以看这个膝盖的连线呢，它当然膝盖有一个前后啊，你或者看这个裤子，看这个热裤的边缘的这个连线，你感受一下它的这个角度啊，或者是你看裤子褶皱，看裤子的褶皱啊，看衣服裤子的褶皱，然后看它的这个裤腿的这个连线，它是一个这样的角度。它是一个这样的啊，所以呢，肩膀的连线和这个髋关节的连线，我们这样子画好了。之后我们来找一下肩膀的位置，这个肩膀的位置，你看它差不多是跟我们的头啊，跟我们的头是比较正的，这个脖子它没有像新疆人那样扭来扭去，所以呢，肩膀差不多是2个头宽，我们就量2个头宽，你看看它这个画面是不是2个头宽啊？差不多对吧？你把这1个头宽，你看从这边脖子中间啊，从脖子中间量一个，它在这儿，量另外一个，它在这儿，差不多。肩膀的宽度在这里。好，因为我们如果是画插画、画漫画的话啊，可以适当的美化一下。适当的美化，我们的思路就是往这种思路啊，往这个娃娃的这个思路去走。我们可以让人呢，可以让人的头大身子小一点。
所以呢，如果是画女孩子啊，如果是画女孩子，可以让她的肩膀稍微窄一点。我们把肩关节画出来啊，找到这两个点。好，然后这个我们看胯啊，看胯，它线虽然是一条这样的线，但是其实你看它的胯，它是不是往左边送胯了，扭动了很多，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胯，那它的右边的这个胯，它是跟脸跟耳朵在一条线上的。比如说我们从这里画一条线下来啊，就可以找到它的右边的这个胯这个点，也就是这边的你大腿根部啊，大腿根部在这里。好，那么同样的胯关节的宽度啊，我们从两个方向去找啊。你看，从两个方向，一个是人体的本身的这个硬的知识啊，你对于人体的结构的了解，还有一个就是你从画面啊，你从画面上来观察它。所以从人体结构来了解的话，胯的宽度是不是肩的宽度？你把这个肩的宽度，把肩的宽度这样比一下，挪过来，就可以找到胯差不多啊，在这个宽度。是吧？胯的宽度啊，那把这两个点之间的宽度挪过来，胯就在这儿。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宽度，再从画面上去观察一下这个宽度，对吧？你从画面比较一下这个宽度，它是不是？那它差不多出来有一个脸的宽了，有没有？能看得出来吧？啊，所以正好你看这边一个脸，这边一个脸宽，然后胯宽又是两个脸宽，所以你看它这边出来啊，出来的这个宽度差不多刚好是一个脸的宽度。那么这个位置是 OK 的，定好了。好，关键啊，我们画人体啊，一定要学会找这些关键点。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腰在哪里啊？看一下腰在哪里。正常的，我们腰就是在这个胳膊肘的地方，在胳膊肘的地方。所以我们你看，从这个肩膀往下啊，从这个肩膀往下走，我们看一下它的上臂，上臂的长度。啊，我之前说过上臂的长度差不多是1.2个头长，对不对？你看比头要长一点，好，比头长一点，那我们就这个头，然后这个头带上1.2嘛，带上一点点脖子啊，下来一点点，这个差不多是1.2个头长，那从这边过来1.2个头长，这个位置啊，差不多就是它上臂的这个长度啊，1.2个头长。然后这个小姐姐可能是一个个子比较高的啊，可能是一个个子比较高的，我们先定位定在这里。然后看到这条线，看它的角度啊，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对吧？我们观察它啊，观察一个东西怎么画，要观察它的形状、它的大小，然后它的角度啊。那我们就观察这条线的角度，它是一个往里倾斜的，并且这个胳膊肘啊，这个胳膊肘你跟它的脸的侧面，跟它耳朵比一下啊，是略略在耳朵外面一点点的。那胳膊肘的点大概是这个点啊，这个点找到，这个点找到，对吧？这个点找到了。另外呢，它的上臂啊，它的小臂，我们再看它的腕关节，它的腕关节，我们是不是说过小臂就是一个头的长度啊？那所以就是一个头的长度，就这么长，就这么长啊。
然后你以它这个长度为界限的话，它的小臂的活动范围就在这儿。那么它是不是正好在这个脸的中间，靠右边一点，中间靠右边一点，中间靠右边一点，它在这个地方，观察它这个角度，是不是成一个 V 字形？好，那么腕关节就在这儿。当然我画了这样一个扇形啊，这个弧线代表什么？你的腕关节，你要是这个时候改它的动作，你可以让它的腕关节停留在任何的啊，以这个肘关节为圆心，以这个头长为半径的这样一段这个弧面上面啊，它可以停留在任何的这个点上，都是合理的，都是一个合理的位置。好，那同样的喽，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手是直的，对不对？这个手基本上是一个直的，那我们把这一段的长度啊，大臂的长度，从它这里直着画下来，在这儿，你看，在这个图里面是不是正好这个点，那它的胳膊肘中间这个点凹进去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和它大腿最宽的这个地方比它高一丢丢，对吧？在这里。好，接下来把小臂的长度也加上去。我们先大致定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大致的，根据我们对于人体的了解，我们把这个定在这儿。啊，当然大家在量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偏差啊，一定会出现一些，我说1.2，对吧？你可能1.25、1.15、1.1、1.3都可能啊，没有那么的绝对，没有那么的标准，所以我们先把它大致的位置定好，大致的方向定好，后面再来对比，再来微调。好，然后这就是腰的位置了，对吧？好，大家啊，胯就是屁股的长度，整个屁股的长度代表什么？就是从肚脐啊，从腰吧，从腰到它的裆线，从腰到裆线啊，也是一个头的长度，大家可以记住这个，从腰线到裆线，这中间的长度啊，高度也是一个头，也是一个头。好，那腰在这里喽，对吧？腰在这里啊，这是胯嘛，胯下面是那个裆线嘛，从这边量一个头下来，它裆线大概在这儿。这里有一个说法，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啊？这样子量一下，你们听说过万线过裆这个说法吗？万线过裆，万线过裆这个词通常在那个模特圈里面啊，在模特圈子里，也就是说你的手腕，你看它这个地方啊，手腕的这个腕线，如果说超过了裆部的线条，就代表你是一个胳膊很长的人，比例特别好。然后这个只有在一些超模啊，好像有个超模2代是谁来着？他女儿也是进入超模圈了，就万线过裆。还有那个我们的跳水运动员那个全红婵啊，她也是万线过裆。当然，你看这个妹妹为什么她轻轻松松就万线过裆了呢？并不是啊，因为她有一个动作，她有个这边提臀，这边压肩，她肩膀压下来了，看到没有？这边肩膀压下来了啊，然后这边的那个臀这边的那个胯又往上提了，它有个提胯和压肩的动作，所以使得它的这个腕线就超过了它的裆线。所以你们要有一个这样的认知啊，你看它的腕线，这个腕线手腕的这个线一般和裆线是平齐的，看到了吗？腕线和裆线的平齐，更加进一步的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从腰到裆之间啊，你看从腰到裆，这个整个这个胯的这个高度正好又是一个头长。大家记住这些点啊，记住这些点对于你画画是非常有帮助的。好 ，OK，它的这个裆线在这里，
我们把它定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画它的这个大腿了，对吧？画它的腿了。然后这个腿我们从送出去的最宽的这个地方啊，从送出去的最宽的这个点量2个头长。你看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个画面里面看一下它是不是2个头长。有点不太好量呢。当你量不出的时候啊，你就用上理论。1个头长，2个头长差不多，比2个头长要短一点。那我们把1个头量出来，从这里啊，从这个地方往下量1个头长，2个头长，在这儿。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用到的是知识点，对吧？用到的是知识点啊，用到的是人体的知识。那至于它，你看有一些东西是硬的，有些东西是软的。什么东西是硬的？比如说这个比例，对吧？手多长，上臂、上肢、腰多长，这些是一个硬的。软的东西是什么呢？哎，是我的胯扭的幅度，对吧？我这个肩膀是怎么倾斜的呀？我这个胯是怎么扭的？我这个腰啊是怎么扭的？胯送出去多少？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随机的啊，它不是你可以通过这个绝对的知识点来解决的。它就你要根据实际情况，你就得观察，对吧？就得观察这个画面了啊。所以我们就是在画这种，在照着画这种人体的时候啊，两个方面的技巧都得用上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就把同样的长度啊，它是基本上是一个直线啊。另外把同样的长度，我们可以稍微连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胯啊，是有一点往内送的一个直线，然后往里啊，往里有一个小角度的啊。然后我们把这根线同样的，对吧？拉到这个胯这边来，就可以定出它在这条腿膝关节的位置。那同样从这边啊，这个高度找到以后啊，它在这条线上，然后我们观察它的角度，它有点内八啊，这个妹妹她是有点小内八的，小内凹的，所以她的这个膝盖呢有点往里，往这个方向。好，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啊，我把它这个点啊，它是个膝关节，我把这个线画进来一点啊，画的靠里一点，因为它的脚有那个嘛，它的大腿有宽度的。我们观察一下这2个关节的连线，2个关节点的连线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关节和这个关节，它是一个挺陡的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大腿，在我们画这个长度的时候，我们右边的这个大腿比左边的这个大腿要画的略长一点，因为什么？因为它有透视啊。手机的这个镜头啊，它是手机拍照的啊，手机的镜头透视是很厉害的，因为它有点偏广角，它和人的肉眼的观察的那个角那个是不一样的啊，它的那个是焦段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广角的焦段，所以靠前一点它会透视会比较厉害，它会拉长的多一点，所以我们给它稍做一点拉长，然后观察哎这2个膝盖这2个点的变化啊，这2个点之间的距离。好，现在呢我把这个人啊，你看我现在下面有点不够画了啊，有点不够画了，我把它稍微缩一点点，缩小一丢丢，缩到让它这个膝盖和上面对齐。因为我这个头有点大啊。好，现在再来画这个小腿，小腿的长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到踝关节啊，膝关节到踝关节的长度跟膝关节到髋关节的长度差不多。我们把这一段啊，膝关节到髋关节，然后拉下来，就是膝关节到踝关节的长度。然后人的小腿啊，
它的骨头是有一点点弯的啊，到这里。好，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点啊，它的踝关节中心这个点和它的膝关节，和它的这个髋关节这两个点，它是稍微有点靠外的，出来一点点。好，另外这只呢就斜着过来啊，斜着过来，然后它的最外面的这个点，是不是跟我们的肘关节？跟我们的肘关节在一条直线上，在我们的它的脚后跟和我们的肩关节在一条直线上，所以我们肘关节往下，你画一条直线的话，你能判断出来它在落在这个点，然后长度呢，你量一下啊，从这个膝关节到踝关节的长度和左边的差不多，把这个长度量过来，在这条线上。这是一个比较，那就结束了啊，这就结束了。最后我们的这个脚踝的高度，一般穿上鞋啊，穿上鞋就是从脚踝到脚后跟。你如果再带上一点鞋的话，它差不多可以是半个头长啊，这边可以是0.5A 的样子。所以它再带上脚后跟啊，带上脚后跟，带上鞋子，是一个这样子的高度。因为它是倾斜的，因为它这个角度更弯，你看它是往外弯的啊，所以它弯完以后，它最后又跟左边的这只脚落在了差不多一样的高度上。从画面来讲就是这么个关系。好，所以画人体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解决所有的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就是指什么？你看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对吧？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把这些点给找对了啊，剩下的人就好画了。包括还有一个腰线，腰在哪？腰在这儿。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框架打出来。我们把这个两张，现在我把这两张图放到一个大小去比较一下啊，去比对一下，看看我画的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有问题我再去修改。你看头在这里，对吧？比一下头在这儿，肩膀那我的这个肩膀的位置有点高啊，看得出左肩、右肩，肩膀的位置有点高。然后呢，这个也就是说我的腿画短了，那胳膊肘的位置也高了，我的腿画长了啊，我的腿画的太长了，就是我已经做了一个漫画的这个美化了。然后腿的位置先看一下，膝关节在这里，膝关节在这儿。好，那我把整个腿的位置，如果我要画真人比例啊，这个时候我把整个腿的位置，把腿缩小一点把腿缩小一点，我再把这个人拉大。你看这个时候的比例就比较接近了啊，肩关节、肘关节，然后髋关节在这里最高的点，然后膝关节，第二个膝关节。所以如果说画真人比例的话，你再去看一下它这个点，把它稍微落下来一丢丢，落下来一丢丢。好，这样画，检查一下这个肩膀也给它落下来一点点，脖子可以再长一点脖子拉长，把这个肩膀落下来以后，肘关节跟着落下来一点，这个是修改我们看看这边的，差不多。好，把我刚才的稍微修改一下下，把肩膀压下来一点，胳膊肘也跟着压下来一点。好，那么现在这个比例经过观察以后，这个是观察你跟真人先观察一下，
啊，然后对这个手掌啊，手掌的长度，你看他的手指尖刚好快要摸到这个膝关节了，对吧？所以这个手掌啊，手掌就是这么长，这个就是手掌，这个是头。好，定好以后呢，我们再看一下需不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漫画式的处理啊，在我这里如果把它进行一个漫画式的处理的话，我可以怎么样？直接先把这个图缩小一点，然后直接进行一个这样子的变化啊，进行一个扭曲，因为这个不像 PS 有一个透视啊，在扭曲的时候你把它往下拉，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上小下大，把它变成一个梯形透视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啊，就会让这个人呢显得腿更长，身体短一点，腿长一点，这是做一个变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你也可以直接把腿选出来，直接把腿选出来拉长，或者是把上半身选出来缩小。用等比啊，把上半身选出来稍微缩小一点，也可以达到一个把他的腿做一个漫画式的处理的效果。当然，其实我个人觉得也不用太去夸张，因为他这样照片里面的人已经有一个他可能也后期处理过了啊，再加上他的动作是有一个往前送胯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腿已经显得很修长了，所以这样的话也是 OK 的啊，也就够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把它进一步的完善它，好，完善它。好，那么根据肩膀啊，根据这个头，这是脖子对吧？根据这个头，那么他的脸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范围啊，这里有个帽子嘛，他的帽子是倾斜的啊，帽子在这里，好，脸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范围，然后这里呢是耳朵，然后帽子下面会有一个头发，会有一个短头发，好，这帽子还有个帽檐啊。还有一个帽檐，帽子上面有字母。我们这个帽子啊，基本上是占了这个一半啊，帽子加帽檐基本上占掉脸的一半。好，这个小姐姐可能还戴了个眼镜，戴了眼镜。啊，鼻子嘴，这个脸的部分呢，它应该是低头的啊，它应该是低头的，所以耳朵可以高一点，如果你要画耳朵的话。好，这个脸先到这里，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画好的脸啊，这个脸我们可以另起一个我们可以另起一个靶子，一会儿啊，在旁边另起一个靶子，把靶子里面画好的这个脸型，这个五官的位置定好了以后，定好了以后，把这个靶子挪到这里来，跟它匹配上就好了。所以这里啊，因为它是被手机挡住了，如果你要画脸的话呢，我们就脸单独画啊，脸归脸，身体归身体。好，这个画好之后，头发啊，然后我们把肩膀定好，肩膀在这儿，一个肩膀在这儿，一个肩膀在这里。那么它的脖子啊和斜方肌，这里是它的锁骨，这是锁骨。然后它的背心是这样的啊，它的背心是一个挂在这个肩膀上，一个是搭在这个斜方肌上的，然后胳膊的
宽度啊，胳膊的宽度不要画的太细啊，大家不要画太细，会显得这个人营养不良，而且你的肩宽都已经定好了，你如果把胳膊画太细，你的身体就会显得很宽啊，身体就会显得很宽。然后这里是他的，这是他的那个肘关节啊，肘关节的画法，你看把它放大一点，它是这样子进来的。所以大家画肘关节，你看上臂和下臂之间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穿插的动作，看到了吗？这个地方有一个明显的 Y 字形啊，反的 Y 字形结构，它们重叠的部分有这么多，看到没有？重叠的部分有这么多啊，很多人画不好这个肘关节啊，很多人画手啊，恨不得这样画。你看这是不是你啊？你画胳膊肘，你画肩膀啊，你画肩膀是不是你是这样画的？你是不是恨不得让他们对吧，各长各的？其实不是啊，那其实它是这样的穿插的，它一前一后有一个很明显的穿插。这个大臂啊，然后这个大臂本来是这样子长的，小臂本来是这样子长的，然后大臂的这块被挡住了，get 到了吗？啊，还有没有人是这样画手臂的？啊，这样是错误的啊，以后把这个观念给它改掉，小学生观念啊，把小学生从你的脑子里赶走。好，这里是它的，你看它的腕关节刚好在它的领子这里啊，在它的领口这里。那么手呢？啊，这个手如果是拿手机，你们就按照拿手机的这个画法，这个手也教过了啊，教过手的画法了。你看它的这个，这个关节正好在锁骨这边，然后这里上来。所以如果你想画一个不带手机的啊，想画一个别的动作，你就做一个，在这里把他的手啊换成一个别的动作就好了，这样脸就不会被遮挡，你就可以露出脸啊，可以露出脸，这个目的是为了露出脸。啊，所以给他预留一个手的动作。好，接下来这只胳膊啊，先画这个衣服。我们看这个衣服，这个衣服它在这个它的那个领子下来以后，在这个胳膊肘之前啊，在这个地方就达到了一个最低点，凹进来了。啊，这里凹进来的时候，它正好这个凹的点啊，在我们的脸的内侧，跟我们的脸的内侧在一个点，就凹到这里。它是因为衣服的原因，让这个腰线看起来被提前了，其实腰线还是在这里的啊，腰啊，其实还是在胳膊肘这儿的，它这里是卡到胸这里就直接缩进来了，然后有一个往左边连着那个胯的动作，往左边送胯的动作啊，往左边送过去，然后我们把这个胳膊给它补齐，这个胳膊过来，这里夹着这个衣服啊，夹着这个衣服，两个胳膊要一样大啊，要一样粗，这是它的关节。好，到这里，我们的手的，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手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宽的啊，在这个肘关节的这个地方是比较宽的，但是你如果转到侧面去，它这里因为呢肌肉这块肌肉和这块肌肉有个衔接，所以这里有点凹进去，
这个地方有点凹进去，它是一个侧面啊，所以这里凹一下。好，来到了这个腕关节啊，把这个手的位置也给它预留出来。好，这边顺着它衣服啊画下来，你看这个衣服的长度是低于这个裤子的啊，是低于这个裆线的。好，那么从它的手腕中间这边过去，对吧？从手腕的中间啊，不是小臂啊，小臂的中间这边过去是一个它的裤子的边缘，然后呢，这个胯是在它的这个在它的胳膊肘的上方，从这边出来一个胯。然后衣服啊，这边是衣服，衣服它这里有个打了一个结还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这里直接这样子画下来，这里有几个褶皱，一个褶皱，两个褶皱。然后因为这两个褶皱，这边画两个鼓起。好，这里结束以后呢，它是这里有一个，你看这里有一个裆线啊，这个裆线在它的手腕上方一丢丢，然后这边是一个鼓起来的动作。好，然后我们再定一下膝盖，膝盖一个在这边，对吧？把它大腿，好，这边的膝盖，这边的大腿，大家画大腿这样画啊，内侧往里凹，大腿的内侧往里凹，然后到了下半段，到了快膝盖的时候往外凹，啊，这有个膝盖。画下小腿，小腿一般来说啊，它是因为穿了这个叫什么来着？这种堆袜套啊，它穿了这个袜套，堆袜，所以把这个脚踝的结构给挡住了。实际上脚踝是比较细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画小腿啊，如果我们要画小腿，它的小腿的腿肚子啊，小腿肚子啊，肌肉最宽的这块在这里啊，在它的中间，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细的脚踝了。因为它呢有一个堆袜，所以堆袜大概也是在这个小腿的中段啊，比它中段稍微短一点。注意这个袜口，袜口是一个弧形的，然后我们堆袜是可以修饰脚型的，你把这条线拉直就会显得你的小腿特别的直啊，就堆袜。好，那这边也是一样的啊，注意它的膝盖的两个膝盖之间的宽度，那我把这边再给它拉宽一点。画完以后啊，注意它的这个位置，脚踝要跟它的肩膀一样宽，然后再过来一点，斜拉的过来一点，最后让它结束的这个点啊，让结束的这个点和肩膀一样宽，堆袜在这里，然后这个脚踝又有一点，这个脚踝它最后是有一点内扣的啊，这个脚面。穿的是一个那种老爹鞋，是那种一半一半的老爹鞋。好，这边给它画上膝盖。好，大家看这个小腿和大腿啊，大腿是这样往里扣，
然后和从膝盖呢，它这个小腿有一个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往外撇的一个姿势啊，一个感觉，所以它的大腿和小腿不在一条直线上，小腿感觉要比大腿要外扩一点，要外扩一点啊，然后再直着。这是它的堆堆袜的袜口，你看一下啊，一个是这个方向的，一个是往上鼓的，一个是往下凹的啊，所以它俩看起来也不在一个平面上啊，这里有一些褶皱，这里有一些褶皱。这是鞋子，鞋子因为它是一个往前的一个透视很强的一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正面角，它不是个侧面角，它是一个正面的角，所以我们就画一个像这样子的角面，在侧面呢画上这个后跟。就得到这个鞋子。最后为了让它的这个脚站稳一点啊，那我们看一下，这边还不够直，它的脚你要让它站稳，它后半段是一个直的，所以我要把这个膝盖让转直一点，我它重心就不稳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脚后跟和它的胯比起来，基本上只出去一点点。脚后跟只比胯出去一点点啊，比胯。好，如果大家要画那种漫画腿啊，如果你要画漫画腿，你可以把这里啊，把这个大腿再给它画细一点哦，把它画的夸张一点。那中间这个缝你可以给它开大一点。这就是漫画腿了啊！你看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漫画的一个美化的动作，把这里开的大一点啊，看起来它的腿就很均匀，大腿根部的赘肉就比较的少。那如果再把它往这种漫画的方向去修饰的话啊，这个腰也可以让它更细一点，让它扭动的这个幅度再大一点。如果要想让它扭动幅度大一点，我把这个肩膀再稍微拉下来一点啊，我甚至可以把这个手啊往里送一点啊，我可以让这个肩膀更倾斜一点。这边抬上去了啊，那我这边也稍微再抬上去一点。那肩膀抬上去以后，胳膊肘跟着一起啊，一起都抬上去一点。这样它扭动的趋势就出来了。好，如果大家想让这个人看起来更漫画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用那种娃娃的那种思路，把它的肩，你看现在啊，我做一些处理，把它的肩修窄一点，让它的胯宽宽的，肩窄窄的。看，把它的肩往里啊处理一下，让它的肩窄一点。这样就显得胯很宽啊，把胯就送出去了，它就是跟 S 型，就会显得很 S 啊。这样其实已经很漫画了，我这个腿已经足够长了。你看放在这一起比较的话，差不多。好，这个是草稿啊，
这个是草稿。然后呢，我们画一个，我们可以快速的啊，新建一个图层，快速的来画一个脸，画个靶子。复习一下啊，复习一下正面脸的画法。教大家怎么把我们学会的知识融汇起来运用。你如果还想让它有一个好看的脸的话，对吧？来快速的画一个正面脸，这边选1/3，对吧？然后呢，往这两边做切线啊，画出脸型。你看，画出脸型，画出耳朵，对吧？这个是眉毛。好，这里是鼻子，鼻子这边1/3处是口裂线。我们脸可以单独啊画了再放上去，你也可以，如果你这边位置够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这样画。好，眼睛啊，注意3庭5眼的位置啊，这个是眼距，给它确定好。然后画出平行四边形啊，有个平行四边形，画出这个。当然我们眼睛可以画大一点了，因为这是一个漫画，眼睛可以画长一点，画大一点。好，它是一个有点低头，所以我把耳朵再往上画一点。低头啊，耳朵往上画，然后下巴再改短一点，它这个头就变低了啊，就变低头了。好，得到一个这样的小姐姐的脸的轮廓。你如果还想画眼镜啊，还想画眼镜，可以在这里画出眼镜。当然，眼镜要是想要画好看的话，不要画在脸的里面啊，我们要把这个镜框画大一点，镜框要画到脸的外面去，对吧？谁买眼镜买一个那么小的镜框啊？搞个大一点的，下面也大一点。好，这样才可以啊。然后发际线在这儿，如果它是个中分啊，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中分。它的头顶呢，在这里啊，头顶的高度在这里。好，这就是一个脸的草稿啊，脸的草稿。我们把这个脸画完之后，脸的草稿画好之后，我可以把它，你看旋转，它不是有点偏头吗？旋转啊，放过来，得到一个脸。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画漫画啊，如果大家画漫画的话，我们的头可以比实际的这个头的大小稍微大一点点，这样会显得他的身体更可爱。你看我这个头放上去，是不是比我之前画那个显得大一点了，对吧？然后把底下擦掉，帽子还是留着啊，帽子还是留着，把底下这个脸擦掉，好，把上面这些擦掉。这样就得到一个
这样的草稿了啊。接下来我把它合并，然后我快速的给大家演示一个线稿，因为一会儿我给你们再开个小灶，画一个坐姿啊，画一个那种坐姿。手的话呢，我们就画一个那种不拿手机的手好了啊。好，我们来画一下它的线稿了，现在是在画线稿了啊。可以从眼睛开始。我们如果想要画一个酷酷的小姐姐，卧蚕、睫毛，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当你画这种全身的时候，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空间和余地去把五官画的特别的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点到为止就行。而且我开的这个画布也不大，我是一个 A4 的画布。所以大家主要啊，今天的主要的那个，其实从草稿到线稿这一步，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可以的啊。主要就是把起形这一步给它画好啊。起形的时候呢，要利用我说的两个方面的知识啊，一个就是你对于一个未知物体、任意物体的这种绝对外观的这种抓形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借助我们对于人体的结构。对于人体结构的这个知识的了解。这个棒球帽，好，这两边我们可以让它头发直接搭下来。我这个就不画眼线了啊，你们如果想画眼线可以画上。下巴可以再小一点。这是个脸啊，头发它是可以冲出这个棒球帽的，耳朵可以在这里画出一点点。头发你可以自己去发挥一下，你要想画的长一点也可以。
那这边是不是可以藏一个签名啊？那棒球帽好像有的中间是有个缝的吧，我记得。这里画出他的头发啊，然后他的衣服，这种褶皱啊，褶皱的旁边可以卡一点闭塞。这里是哎，一个结，好，看一下这里的结构啊，一个结，然后又一个结。有的时候也不用一五一十的照着照片去画它。你如果觉得这个结构好看，你可以保留；如果你觉得它啰里啰嗦啊，或者是因为有的衣服是因为有的衣服的褶皱啊，并不是所有的褶皱都值得你去画，有的衣服的褶皱可能是因为它质量不好，做工的问题啊，显得软塌塌没质感啊，或者是显得很皱啊，是那种质量不好的皱，咱就没有必要去啊。如果是那种情况，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还原它。好，胳膊，我们让这个胳膊从这个结的后面露出来啊，画出他手小臂的这种，然后它这里有点弯弯的感觉。我们画胳膊啊，尽量去多观察它的各种自然的生理弯曲，不要去画的太死板，不要画的直愣愣。它有个镯子。